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当镀金时代的璀璨光芒照耀着曼哈顿的第5大道时，一个姓氏本身就等同于财富的巅峰——范德比尔特 （Vanderbilt）。故事的开创者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 （Cornelius Vanderbilt） 是一个几乎不识字的穷小子。他靠着从母亲那里借来的$100，从一艘小小的渡轮生意做起，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铁路和航运的庞大帝国。他去世时留下的财富超过了$1亿，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于美国国库的总和。他一生信奉的准则是，永远不要花掉你还没赚到的钱。他生活简朴，甚至有些吝啬，每一分钱都用在商业帝国的扩张上。他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座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然而，这座金山却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如夏日的冰雪般迅速消融。他的子孙们含着金汤匙出生，从未体验过祖辈创业的艰辛。他们将继承来的财富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一种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的人生信条不再是创造，而是展示。第2代继承人威廉·亨利虽然也努力维持着家业，但他开启了家族奢华生活的序幕。他在第5大道建造了被称为3胞胎的宏伟豪宅，每一栋都极尽奢华，仿佛在向世界宣告范德比尔特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第3代，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威廉的妻子阿尔瓦·范德比尔特 （Alva Vanderbilt）。她并非出身顶级豪门，却有着极强的野心和对社会地位的渴望。他将金钱视为敲开纽约上流社会大门的唯一工具。为了举办一场能让家族跻身顶级社交圈的400的化妆舞会，他斥资$25万，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万美元。仅仅是舞会的制装费就令人啧舌。那场舞会极尽奢靡，宾客们的珠宝在煤气灯下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芒，香槟如流水般淌过。舞会成功了，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名字终于刻在了纽约最高傲的社交名册上。但这场胜利的代价是什么？是家族精神的彻底转变。他们不再是精明的商人，而是挥霍无度的生活家。他们竞相修建比白宫还要宏伟的乡间别墅，比如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比尔特摩庄园，拥有250个房间，至今仍是美国最大的私人住宅。他们在罗德岛的纽波特海岸线上建造了一系列被称为避暑山庄的宫殿，每一座都耗资巨大。仅仅是为了在夏天住上几个星期，他们购买最昂贵的艺术品，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他们是身份的标签。他们举办一场又一场的奢华派对，每一次都试图在排场上超越上一次。他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看似精致、高贵、无与伦比的生活品质的幻想。第4代、第5代，当这种精致成为家族的基因，毁灭的倒计时便已开启。他们不再投资于能够产生回报的铁路或公司，而是将大把的钱烧在维护这种生活的巨大开销上。豪宅需要上百个仆人维护，游艇需要昂贵的船员，无休止的社交活动更是个无底洞。到了1973年，在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第一次大型家庭聚会上，超过120位家族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从美国首富到无人再是百万富翁，不过短短3代人的时间。
科尼利尔斯留下的那座金山，被子孙们用一场场精致的消费搬得一干二净。当《纽约时报》回望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个家族创造了它，然后他又摧毁了它。这个它究竟是什么？是那种被精心包装、被社会定义的生活品质，是那种错把拥有等同于存在的价值错乱，是那种我们今天无比熟悉，甚至正在亲身实践的消费主义陷阱。从范德比尔特家族的100年兴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豪门的败落史，更像是一面映照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子。镜子里，无数个年轻的、渴望证明自己的身影，正在重蹈着相似的覆辙。只不过，他们挥霍的不是继承来的亿万家产，而是自己那本就有限的薪水和更为宝贵的未来。我虽然住在合租房，但我的生活品质不能穷。说这话的是我认识的一个刚毕业2年的男孩小林。他的朋友圈里永远是最新款的手机、限量版的球鞋、手冲咖啡馆里氤氲的雾气，和定位在某个网红餐厅的精致晚餐。他的月薪8000，但每个月的账单都像一场精准的计算，刚好在下一个发薪日之前清零，有时甚至需要信用卡来接济。他管这叫精致穷，并带着一丝骄傲，仿佛这是一种对抗平庸生活的英勇姿态。可笑吗？不，可悲。因为这种所谓的精致，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小林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是这场骗局最完美的受害者。消费主义早已为你铺设好了一条楚门的世界般的轨道，它让你相信，幸福和自我价值是可以通过购买行为来量化的。你焦虑，因为它告诉你比你优秀的人活得比你更漂亮。你空虚，因为它告诉你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包解决不了的。你感到不被爱，因为它告诉你用最好的才配得上最好的你。于是，消费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便捷的情绪解药和身份标签。工作压力大了，需要一顿昂贵的晚餐来犒劳自己；失恋了，需要一个名牌包来治愈伤痛。看到别人在朋友圈晒出的旅行照，立刻就觉得自己眼下的生活不值得过，马上就要规划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哪怕要为此吃上2个月的泡面。我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薪水，透支未来的信用，去购买那些被商家、网红、媒体合力定义出来的美好生活。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品质，实际上，我们只是在用金钱去填补一个被消费主义挖出来的名为我不够好的深渊。而这个深渊恰恰吞噬的是你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东西——选择权。当你把工资换成了一双只能穿几次的昂贵高跟鞋，你就失去了用这笔钱去报名一个技能提升课程的机会。当你为了一个最新款的电子产品而背上分期，你就失去了在行业不景气时能从容辞职，给自己一个缓冲期的底气。当你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一场又一场的诗和远方，你就失去了在家人急需用钱时能够挺身而出的能力。你以为的精致，正在让你的人生变得越来越薄脆。它看起来光鲜，却经不起任何意外的敲打。真正聪明的人，永远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某种陈旧的说教，但在今天这个暂时无孔不入的时代，
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振聋发聩。你的消费观，就是你价值体系最诚实的体现。你的每一笔支出，都是在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投票。消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消耗性消费，另一种是投资性消费。前者是把钱变成短暂的快感、虚荣的满足、社交的货币。比如那杯40块的咖啡，它在你味蕾停留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但在朋友圈炫耀的价值可能持续1天。比如那个为了参加朋友婚礼而买的只穿一次的昂贵礼服，这就像烧钱，火光很亮，但烧完只剩一地灰烬。后者是把钱变成未来的能力、长期的健康、更广的认知和更自由的时间，这才是真正的花钱。我认识一个女孩，阿雅，她和小林在同一家公司，薪水也差不多，但她的朋友圈看起来乏善可陈，没有名牌，没有豪华旅行，甚至很少在外面吃饭。她的钱花去哪了？她每个月会雷打不动地存下工资的1/3，作为抗风险基金。她说，这笔钱不是用来理财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有随时可以对不喜欢的工作说不的勇气。他花3000块报了一个线上数据分析课程，身边的人不理解，你一个做设计的，学这个干嘛？他笑了笑，没多解释。半年后，公司内部有一个新项目，需要一个既懂设计又懂数据的人，他成了唯一的人选。薪水也随之上调了30%。他没有办昂贵的健身卡，但他买了一双专业的跑鞋，坚持夜跑1年。体检报告上的各项指标，比他那些在健身房打卡拍照的朋友要漂亮得多。他说，身体是1，其他的都是0，没有这个1，后面有多少0都没用。你看，阿雅的生活，从表面上看，一点也不精致。她没有用消费来装点自己的人生，但她的人生却比任何一个精致穷的人都要来得坚固和丰盛。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护城河。那个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人，他买的不是一节私教课，而是未来10年高质量的生命力，是面对压力时更强韧的神经。那个在周末拒绝了无效社交，安安静静读完一本书的人，他获得的不是几个小时的安宁，而是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和更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个把别人买包的钱拿去学习一项新技能的人，他投资的不是一门课，而是打破自己收入天花板的可能性。你的钱包不会说谎，打开你的支付软件，看看过去1年的账单，那些成百上千的条目，清晰地勾勒出了你的模样。你是在烧掉你的未来，还是在构建你的未来？穷不是原罪，但穷人思维是。这里说的穷人思维，与你银行账户的余额无关，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即便你中了彩票也可能让你重归贫穷的底层代码。它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延迟满足的极度不耐烦。儿童的思维是什么？是我现在就要1颗糖，1个玩具，1分钟都不能等。他无法理解，如果现在不吃这颗糖，明天可能会得到1整盒糖。而成年人的标志是什么？是懂得等待，是明白有些果实需要时间来酝酿，有些目标需要耐心去铺垫。消费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成功地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儿童。
他用无孔不入的广告、铺天盖地的折扣信息、限时抢购的紧张氛围，不断地催促你现在就买，别等，再等就没了。他让你对等待感到焦虑，让你觉得拥有的快感必须在当下兑现，而那些真正能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东西，几乎都需要延迟满足的能力。坚持健身，需要你在看不到明显效果的几个月里，依然日复一日的坚持。学习一项新技能，需要你忍受初期的枯燥和挫败，才能迎来豁然开朗的那一天。储蓄和投资，更是需要你放弃眼前的消费快感，去换取未来的复利增长。我见过太多月薪几万，却依然月光的人，他们不是没有赚钱的能力，而是没有守钱的智慧。他们的思维被消费主义牢牢锁定在了当下的快感里，无法自拔。真正的富裕，不是只拥有多少钱，而是指拥有驾驭金钱的能力和不被物欲绑架的自由。你买不起学区房，但你可以花时间高质量地陪伴孩子阅读。这种精神上的滋养，比任何一套房子都更宝贵。你负担不起昂贵的海外游学，但互联网上有大量的免费公开课，从哈佛到耶鲁，知识的获取从未如此平等。你无法拥有一个堆满奢侈品的衣帽间，但你可以通过阅读和思考，建立一个任何物质都无法堆砌的丰盈的内心世界。别再被那些打着生活方式旗号的消费主义破了。它让你焦虑，是为了让你购买它的解药；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为了让你相信它的产品能让你变好。这是一个循环的陷阱，而打破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内看，停下来，想一想，重新出发。如果你在今天的节目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请不要苛责自己，因为我们都身处这个被消费主义浸泡的时代，没有人能完全幸免。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做出改变。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故事像一个遥远而又深刻的警钟，它告诉我们，再多的财富也经不起无度的消耗性消费，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那点有限的薪水更经不起这样的挥霍。你的人生是你所有选择的总和，而你的消费选择决定了你未来人生的广度和深度。别再用精致穷来麻痹自己了，你值得的不是一个昂贵的包，而是一个拥有更多可能性的丰盛而自由的未来。从今天起，别再为那些被设计好的精致买单了，去投资那个独一无二的、值得你倾其所有的奢侈品——你自己。